道就是规矩，既有所能，就必有所不能。人家说你要来一趟陕西，如果不吃一碗老孙家泡馍的话，就等于白来一趟。那么精致的音箱，居然是在这种简陋恶劣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种成本，对法律制度规范下的工业化生产，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些情况，你们北京方面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察觉到吗？商业保密是常识，把无可夸耀的部分遮盖起来是人的本能。我们看到的是格律诗音箱德国权威机构的测评报告，是格律诗音箱欧洲总代理和伦敦、巴黎、柏林这些欧洲名城。我们看到的是高档的音箱和精致的说明书，是宝马轿车，是丁元英这种人的背景。很难想象这些正当的东西和画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啊！这个萧亚文是什么人啊？他怎么成了格律诗的法人代表了？萧亚文参加了证据交换，我们和法官都质询了这个问题。格律诗求和失败后，叶晓明、冯世杰、刘斌3个股东担心败诉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经济损失，就把他们手中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欧阳雪。在这之后，萧亚文就出资35万和负债40万，从欧阳雪手中购得了股权，他就成了格律诗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和公司法人代表，也是这次被告方的诉讼代表。这个女的是警官大学毕业，并且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社会阅历，此前就职一家猎头公司。这次交换证据是正式开庭前的预备庭，证据表明以比对商品成本胜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那么我们以反不正当竞争为起诉理由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呢？格律诗公司的生产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这种违法的生产方式使格律诗公司的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反映的市场就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竞争。如果产品从生产阶段就存在着不正当竞争，那么反映到市场销售阶段所延续的必然是不正当竞争。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产生环境污染的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禁止个体工商户、农户、城镇居民使用童工。格律诗公司的生产方式违反了这些法律规定，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格律诗公司没有递交应诉答辩书，原因是他们股东内部出了乱子，已经顾不上应诉答辩了。这个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叶风流3人对胜诉已经没有了信心，所以他们及时就脱离了公司。他们是最了解公司情况的人，他们判断出败诉可能性的根据是什么，焦点也是在生产方式上。正是这种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才让他们得出了可能要败诉的结论。于峰，格律诗公司只是前台做戏，你的真正对手是丁元英。无论作为诉讼代理人还是作为朋友，我都必须要告诉你，胜诉的把握不大。要证明被告在生产阶段存在不正当竞争，就必须首先证明生产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在丁元英的设计里，公司与农户是一个体系里的2个部分，千真万确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个体户再小也是法人，一纸工商执照就把这种实质上的隶属关系变成了法律上的商业关系。很难说法庭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会采信哪一个，而且即便隶属关系成立，也未必就能胜诉。客观上的不正当竞争不等于法律上的不正当竞争。违反了上述法律，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叶风流3个人不
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他们为什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既然关注的焦点都一样，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观念，传统观念。一是传统的事实生以雄辩的观念，二是传统的疑罪从有观念，三是传统的青天大老爷的观念。中国人长期接受简单的文化思维教育，他们相信法律是神圣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那个下午，乐圣走过了一次凌乱复杂的心路历程。危局当前，重新梳理思路，以既定的心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但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丁元英是如何为策划这场官司做了两手的准备。他们害怕这种杀富济贫的观念一旦被法律默认，那么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最后得出意见是拼死一搏。开完会，林宇峰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葛律师那份股东扩大会议记录里的一句话：两败俱伤，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夏雨，后天就是星期四了，去延安的航班只有每周4一班。咱们这样吧，明天先在西安玩一天，上午咱们去秦始皇兵马俑，下午呢就去大雁塔，你看怎么样？好，你看着安排呗。哟，都快11点了，早点睡吧。好，明天好有精力玩。哎呀。晚安 ，Good night。在葛律师和乐圣狼烟四起的时候，我却因任务需要在陕西四处游览。丁元英那儿怎么样？意思紧张。由于任务的原因，一直没有与元英联系，但我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那些人和事。你觉着严所长的话靠谱吗？律师的理要是能当饭吃，法官就得饿死。资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是经济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往贫穷国家迁移，就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嘛。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律师费按1半计算，也得几10万。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还有花这个钱的必要吗？撤诉。求和，被人强奸了，连呻吟一声都没有，马上提着裤子说：“你得娶我。”乐圣得多贱呐！这块牌子还值钱吗？两难呐。葛律师吃的是鸡贵，根本就没吃殷香的饭。殷香是他们在生存的基础上求发展，你跟他对峙什么呀？两败俱伤，他只要比你多一口气，他就是赢家。葛律师拒绝了伯爵，就是给你留条路，知足吧啊！丁元英的意图就是逼你合作。乐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
葛律师的箱体和生产基地，这就是丁元英的目的。扶贫，也就只能合作了。正因为如此，官司的输赢都得打。侥幸打赢了更好了，打输了，说明法律默许这种剥削榨取的生产方式。到那个时候，你再同流合污，就无可指责。更重要的是，通过诉讼的合法形式，揭露丁元英伪君子的真实面目。社会舆论自有评说，让他在有识之士的声讨声中臭名昭著。我是输家，他丁元英也休想成为赢家。好，我赞成。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性竞争，天理又何在？这些话留给蒋律师到法庭上抖搂吧。归根到底，乐盛既不输在法律，也不输在国情，是输在我林宇峰。这场诉讼对两个公司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已经成了我跟丁元英个人之间的较量，而且没有赢家。第一次来吧？错，到上地表馆啊。前两天在这儿掉了个小人粉，叫什么名字的？上南。您的房间在2212，从楼梯上走，从这个楼梯上。哦，好，谢谢，不用客气。谢谢啊。2212是吧？夏雨，下午你自己出去转转吧，我有点累，想歇一会儿。顺便我想把明天包车的事给咱联系一下，然后再买点饮料和零食，咱路上吃，好吧？好。延安是吴成祥的老家，到了延安，也就是到了敏感区。沈南的决定既在情理之中，也可以让有心人往异处猜想。毕竟是整个下午的时间，两个人分开单独行动，妙就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怎么猜都是错。我充分尊重沈南的意见。吃过午饭后，我就带着照相机一个人去附近的几个景点游览了。我没有刻意去表现什么，而是真正以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参观拍照，每到一处都看得很认真。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知道我自己的周围一定有一双窥视的眼睛，我也知道在这双眼睛的后面还有一双监视那双眼睛的眼睛，他们都在暗处。沈南，沈南，服务员，哎，来了，麻烦开下门。好的。
服务员，麻烦你送壶开水到2212。好，谢谢。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把咱俩明天吃的喝的全买齐了。咱俩哪吃那么多呀？哎呀，累死了！明天一大早啊，咱们就先去壶口瀑布玩，完了之后就直接去我的老家青谷，车我都订好了。后天咱们就回西安，好吧？好，这些东西是我给爷爷奶奶还有老家的亲戚们买的礼物。你怎么不早说呢？我也得给2位老人买点礼物啊，要不然失礼了。不用，这些东西啊，咱们俩的都有了。这样不可以。这样，等明天到了县城我再买。随你吧。长时间没回来了。来了。三叔，认不出来了？这是男娃子。你是男娃子啊？几年了没回来一趟，这久了都认不出来了。快回来，快回来！爸妈，男娃子回来了。爷爷，奶奶。哎呀，爷爷奶奶可想你们了，好不好？哎呀，长高了，看长高了吧？变好样了，那就了。啊，奶奶也太想你了。这是谁嘛？哦，这是俺的朋友夏雨。爷爷奶奶好。哎，这来不来？好，是。他们不要了。好。怎么，奶奶？太想你了，赶紧把你朋友找。走，他俩都烂了。你今天身体还好吗？喂，我是黄文贤。喂，我是青谷的老王。哦，好。小南正在他爷爷家吃饭，咱们那个同志啊和他在一起啊。王队长，你们辛苦了啊。我们正在赶往青谷的路上，你们注意监视，明天上午对沈南实施拘捕。哎，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好，那谢谢啊，再见。
现在就剩下秦谷的一个沈南了。走，吃饭。饭。来，你坐这。坐这。别坐这。这么多菜啊！给你上好招待的，随便吃一点。挺好的，给我添麻烦了。麻烦。筷子拿起，这都是我三婶做的。今天他奶奶回来了，咱高兴。几年了不见了，咱们今天喝点酒啊，都喝。来。先给爷爷倒。来，我们全家碰一个。来，咱们都喝啊！欢迎你回来。来，欢迎咱的奶奶和她的朋友。来，也祝爷爷奶奶长寿。好，来。哎呀，奶奶好好招呼你的朋友啊！看咱们爷爷的这哎呀，我们小白虎这个菜。你把我们这菜都赏给他，看我们菜好吃不好吃啊？奶奶让你把这每个菜都吃了，全备都来吃。都是我三婶做的。特别这个苦菜，做的不好，这个苦菜没肉了，你们两个这么漂亮，越吃越漂亮。现在离秦谷还有不到200公里了。哎，那咱们12点左右就应该到了。差不多。哎，我替你开会儿吧，你歇会儿。哎，我来吧。上车走。走了。进去吧，要不你今天也别走了，就住这儿吧。不了，难得回来一次，你多陪陪老人说说话，我就先回去了。咱用自行车把那个夏姑娘再送一送。不了，姑姑，刚才说很近，我认识的。我骑自行车一下把就送过去了。走，我在这底下等你着。好，那明天早上8点钟，咱们俩长途汽车站见。好，再见。好，拜拜。吴成祥决定实施提取转移赃款的时间应该是明天下午，这个时间是我们返回延安之后飞回广州之前。吴成祥既要确信沈南的行动没有受跟踪监控条件下做出的实施决定，还要防范转移赃款过程中的黑吃黑。而夏雨在延安滞留期间完全处在无从防范的状态，是最便于杀手下手，也是最有效威胁他人身安全的地段。基于这些条件的判断，在双方行动的开始之前，还会有将近20个小时的平静。喂，小丹吗？我是曾华，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我们几个刚从延安赶过来，我和黄文贤住在2楼217房，你来一下，咱们把工作商量一下。你们怎么知道沈南今天不在这儿？下午延安那边一行动就通知秦谷公安局把沈南监控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谈。总之啊，这一网是成功了。好，我马上过来。这个是你的，这个用不上了，你能囫囵个的坐在这儿，我们俩也就放心了。怎么回事啊？我还以为明天下午开始行动呢。是啊，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谁知道这吴成祥是怎么分析杀手提供的情报，愣是今天下午就行动了，是不是想来一个逆向思维？文贤啊，你把情况给小丹介绍一下。哎，我嘴笨，还是你来吧。好，那还是我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是昨天，已经过了0点了。哦，对，是昨天。昨天下午4点50分，指挥部下达了行动命令。根据指挥部通报的情况，在纽约，中美警方联手抓获了吴成强。当时这小子还在被窝里呢。
在广州抓获了吴成强的姐姐吴慧娟，还有吴成强的代理人董海山，缴获了75万美金、420万无记民事国债、13张大额存单、150万人民币现金，总计是2370万人民币。还捎带端掉了一个广州的黑帮团伙。在延安抓获了2名杀手，一个叫胡啸天，一个叫马志强，现在就剩下一个秦谷的沈南了。总之是没费一枪一弹，广州、纽约、延安3个地方一起拿下。太好了，我还担心在我这出问题呢，我真是担不起这个责任。这个案子办得漂亮，直到收网，吴成强都没有怀疑到对手是警方，主要防范在黑吃黑了。还有那2个杀手，刚到西安就被咱们盯上了，还是不够专业呀！啊！眼下这2个杀手羁押在延安看守所，我和文贤突审了3个多小时，已经把审讯笔录传真给了指挥部，然后我们就连夜赶过来。秦谷的3个同志已经回家休息了。指挥部派专人飞延安押解2名杀手，他们坐飞机回去，咱们带枪的走陆路回去。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了。还有一个沈南没抓，咱们把这儿的工作商量一下。你是组长，你安排就是了。承蒙2位抬举啊，这次咱们配合的不错。等这个案子一完，我这小官也就做到头了。夏雨的角色演完了，我就戒了。这个你们拿去抽，我用不着了。我男朋友不喜欢女人抽烟，别为这个把我休了。哟，咱怕他？怕？是商界风云人物吧？再不济也是官场上哪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哪里啊？一个流浪的小混混。文贤，你听听，瞧人家这浪漫的水平。就是啊，啊，哎。不过你那枪啊太破了，回头跟你们局长说说，给你换把好的。好枪啊！是好枪，可这枪都是冲着你来的。我命大，有你们保护我。哦，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上午8点去抓捕沈南突审，然后马上把审讯笔录传真给指挥部。下午咱们找个地方请秦谷的同志吃顿饭，表示感谢。本来呢是人家秦谷的同志啊要给咱们减刑，可咱们都知道这秦谷是个贫困县，本来经费就紧张。再说人家是给咱们帮忙的，老曾的意思呢，这钱呢回去能报咱们就报，不能报呢。咱们仨把这钱出了。行，这个没有问题。抓捕沈南，我想提个建议，尽量不要惊动他的亲戚，既是照顾老人感情和沈南的脸面，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警车不宜靠得太近，也不要挂警灯、鸣警笛。我觉得去2个人就行了。还有就是谁来审沈南，审讯方案侧重哪个方向？可不可以把吴成祥已经落网的信息告诉他？这个我已经请示过了，吴成祥落网的信息可以告诉他，以免他还抱有什么幻想。审讯沈南还是由你来审比较合适，你们彼此了解不啰嗦。根据吴慧娟的角色来看，沈南他知道的情况并不多，毕竟在吴成祥看来，沈南还不能算最可靠。王队、曾华，你们就在这等我吧。小心一点。沈南，我在你家门口，你出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单独谈。好，我就来。好。
夏雨，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咱们在长途汽车站会合吗？沈南，你涉嫌吴成祥卷逃公款一案被刑事拘留了。这拘留证，车就停在那边，车上警用标志都拿掉了。如果你不想惊扰2位老人，回去道个别，和我一块上车。你是警察？是的。那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啊？我就说你朋友到延安来办事儿，知道你在秦谷，顺便来接你一趟。可以。好吧，给我几分钟，我马上出来。奶奶，会考哥到了，然后你们常回来着。啊。那边可没了。爷爷3户3省，奶奶再回来吃再回来啊，慢些啊。那边走再回来啊。又送来了，回来啊。奶奶，以后有空就回来啊。好。奶奶年龄大了，经常回来看。常回来看了，常想你了啊。多数都没见上，这次见时间对啊，以后多回来啊。好，沈南，我们走吧。好，别说了，会考啊，常回来啊，奶奶会考啊。爷爷奶奶，你们先回吧。慢些啊，路不好走，慢些啊。大哥，是我。过2天法院就要开庭了，雅文来电话说让我去北京跟他商量一下开庭的事儿，我现在就过去。您看，您还有没有什么要吩咐的？上了法庭别慌就行。啊，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小丹回来了吗？他回来以后，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行。好的，那我挂了，大哥再见。谢谢你们招我的时候考虑到我爷爷奶奶，这让我很感动。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真的是警察吗？是。真是可惜了这张脸蛋儿，当警察。这和本案无关，你只需要谈和本案有关的问题。那要先从你开始啊！你应该先拍桌子，让我放老实点儿，提醒我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再告诉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沈南，你是有民事行为能力和公民人格的人，请你自重。如果你对警察的司法实践有看法，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表达。我个人和你之间没有恩怨。现在是你和法律之间有了问题，你应该明白这个逻辑关系。我没有犯罪，没什么可说的。你可以沉默，但是你的沉默可能会使控方和法庭做出对你不利的推断。你威胁我？不，我是告知你作为犯罪嫌疑人对这个问题的知情权。任何公民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你在侦查起诉阶段也有权对自己做无罪或最轻的辩解，你的沉默也不能成为法庭定罪的依据。但是，坦白、沉默、狡辩、辩解都是对推断和量刑有影响的因素。审讯作为取证手段之一，不仅取证你有罪，也取证你无罪。你们凭什么说我有罪？在你未经法院审判并确认有罪之前，不会有人说你有罪。
只能说你是犯罪嫌疑人。吴成祥已经被中美警方联手抓获，引渡只是个时间问题。吴成祥的姐姐吴慧娟和吴成祥的代理人董海山在广州被抓获，缴获赃款2000多万。吴成祥付给广州黑帮100万买夏雨的性命。2名杀手在延安已经被抓获。这是缴获杀手的武器。你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吗？有，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还是你问吧。如果我有撒谎，我负法律责任。你在吴成祥案发前1年离开明川去广州，这事儿和吴成祥有没有关系？有。吴成祥对我说，可以让我出国，也可以让我过上国外上流社会的生活。怎么样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呢？那么多的钱从哪儿来？不用说，谁都能想得到。然后我就对他说，你能给予我什么，那是次要的，但是你至少别剥夺我什么，比如自由。然后他就对我说，你去广州发展吧，到那儿开个饭馆，卖服装，干什么都行。明川不适合你，我想也是个机会，所以就去了。什么机会？我想过，明川肯定要有事情发生的，到时候明川肯定是个是非之地。不过我去广州也是出于个人发展的考虑。一般的说来，舞蹈艺术的生命比较短，趁着年轻，还是应该多赚点钱。我有舞蹈的底子，广州的消费指数又那么高，在那儿开个健身房，生意会好做一些。吴成祥有个姐姐叫吴慧娟，在那儿开了个酒楼。我在广州又人生地不熟的，好赖也有个人照应吧。你以前知道吴成祥在美国的详细地址吗？不知道，他也不可能告诉我。除了危险，没有任何意义。当初吴成祥为什么没让你去存这些钱呢？我不否认他有保护我的考虑，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出于对我的不信任。这个道理明摆着，如果我有了钱，我就不需要有钱的男人，而是需要有内涵的男人。你帮夏雨交电话费、打印电话单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就知道你会怀疑我在调查你，但是我确实只是朋友之间的帮忙。约夏雨陕西旅游是谁的主意？吴成祥的主意。他说广州的气候比较闷热，让我约上夏雨，去陕西的兵马俑、壶口瀑布去转一转，旅游几天，路上也好有个伴儿，还可以联络感情，顺便可以回老家看看。我完全是按照他的意思去理解的。如果我要是知道这次旅游会让我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离开广州以后，旅游期间，你和吴成祥有没有通过电话？没有，他没来过电话，我也没打过电话。你知道旅游期间有人跟踪吗？不知道，他从来没告诉过我。沈南，如果在旅游期间你发现夏雨是警察的话，你会怎么处理？我还没有傻到顺着你的思路去说，我就打电话给吴成祥报信儿。我只能如实的回答你，没有你说的如果。即便是有如果，夏雨是不是警察，关我什么事？好了，就到这儿吧。沈南，你看一下，没有出入就签上你的名字，并按上手印。沈南，走吧。
沈南这口供啊，不管怎么看，基本事实已经清楚了，他根本就没有必要撒谎，因为一查就清楚了。也就是说呀，他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安全区，就像他跟吴成强说的：“你能给我什么是次要的，至少别剥夺我什么。”如果经过查实，沈南确实在旅游期间没有和吴成祥通过电话，那他就应该庆幸了，这会让他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如果其他方面没有直接证据，控方仅靠现有的事实和推理指控他有罪，肯定不可能成立。沈南这脑子够使啊，能让吴成祥这么一个聪明的男人围着他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人家掉了脑袋，他自己一身清白。这吴成祥没事瞎折腾什么呀？这是。仵作，这和本案无关吧？依仵作之见，吴成祥的手铐另一头应该铐上沈南，那男人心里就平衡了。我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现在这人呢，哎，都怎么了？雅文，欧阳，快来坐。我还以为你到不了这么早呢。今天路上特别顺，北京城里的这条道啊，已经走熟了。到底是几百公里的路啊？你先歇歇，一会儿咱们吃饭去。来，喝杯水。好。哪吃得下呀？一想起上法庭，我就心慌。你呢？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事儿，心也慌。哎，对了，小丹出差都快1个月了，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没有。刑警干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啊，女人能在刑警队坚持下来的不多。等着吧，等咱这官司打完之后，他也该回来了。走，咱们吃饭去。这附近啊，有家餐馆还是挺不错的。你在吴成祥案发前1年离开明川去广州，这事儿和吴成祥有没有关系？有。吴成祥对我说，可以让我出国，也可以让我过上国外上流社会的生活。如果经过查实，沈南确实在旅游期间没有和吴成祥通过电话，那他就应该庆幸了，这会让他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小丹出差都快1个月了，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没有。刑警干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女人能在刑警队坚持下来的不多。咱们县挂钩扶贫会啊，连开3天，这个大小餐厅啊都已经安排了，只能临时啊给你们开个这个小会议室当餐厅，这摆上2桌还挺宽敞的。谢谢啊！来，看行不行？大象，哎，挺好挺好。哎，小王，谢谢。把办公室的2台电风扇拿过来。好的。哎，看再需要啥尽管说啊，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哎，好。哎，好，那你们忙，我就走了。好，您先忙。好，再见。哎，小子，咱这都怎么样了？太好了。王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我们俩正要说去找你。哎，这场子我可找着了，不过请神的这差事还得劳您王队大驾。哎呦，你可真是弄的，弟兄来到我们这儿也给我们请客，怎么能让你们请啊？嗨，不都一样吗？哎，穷亲戚，不好意思啊。哎，等会啊，我还有点私事，想让你办一下。说。哎呀，说出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王队，您这可就客气了。有什么事儿要是能办，咱们就办；办不了的，咱再想办法。是这样，老母亲得了胆结石，住县医院，下午出院了。哦，在这皮偏的地方，白车每天早上中午发2趟，咱们局的车一趟坏了，2趟直到现在还没回来。王队，别说了，是想借车是不是？就是，不算太远。就在黄寨沟大刘庄，40公里。老母亲和弟媳妇，我去送一趟，2个多小时就回来了。哎，王队，那可不成啊！您要是一走了，我上哪儿去接人去啊？下了班就得把他们接到这儿来，要不然谁下了班回家还上咱这儿吃顿饭来？接人这活儿，王队，您可得给我盯住了。对，王队，你可不能走啊！你要一走，我们这儿可就冷场了。哎，是啊。你去？还是我去吧，2桌酒席，你们1人陪1桌，
我不会喝酒，一女的凑桌上，老爷们说话也不方便。40公里2个小时我就回来了。哟，这合适吗？这还是问题吗？成，小丹，那你就跑一趟，注意安全啊。没问题。我就先老里一趟了。走，红队。早去早回啊，送手机回来。哎妈，到了。大娘，上车吧，小心点儿，慢点儿。可以放后面吗？小丹，不好意思，辛苦你一趟啊。这条路好记啊，我来的时候顺着大路朝南走，就回到县城了。行，我知道了。对，你去忙吧。好的，谢谢您了啊。不客气。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出车是我与大家的诀别。当时，不管谁出这趟车，都有可能无法发生后面的事。大妹子，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不拐弯就到了。好，我知道了。女子，你这个车能不能开快些？大妈，这车开的不慢，咱这路不好走，再快就颠了。您别着急，一会儿就到家了。我不是急着回家了，我是说你这个车咋就跟我以前坐的那个车就不一样？我以前坐的那个车一晃一晃的，你这个车不晃了，我还不习惯了。你咋开快些？好。大妈，慢着点儿。哦，女子，这回就可把你麻烦上了。没有没有，别客气了。哎，快接回来，回家里来。家里坐。大妈，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哎，吃了饭再走嘛。不了，我天黑还得赶回去呢。喝点水再走嘛。不了，那我先回去了。那你回家里喝点水不了，大妈你好好休息吧啊。哦，哎，再见。麻烦你了。没事再见哦。哎，再见，进去吧啊。哎，你回去吧。啊，没事。你让大妈按时吃药啊。哎，大妹子，顺着这条路啊，直走不拐弯就到了。好的，知道了。啊，再见啊。哎。
是明川的警察。找死啊你！蹲下，别动，原地都别动，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不要往那边看。喂，原因吗？听着，别打断我。我在陕西秦谷县一条返回县城的土路上，不管怎么巧了，总之是碰到了通缉犯黄福海，他是古城3起武装银行抢劫案的首犯，还有3个我没有看清楚。他们正在路边给吉普车换轮胎。我这离秦谷县城大约15公里，20分钟开车就到。这是我出来执行任务后第一次与元英通话，也是最后一次通话。元英什么也没说。怎么样？快点！这种地方没车死定了！快来，给我加个螺丝！别慌，千万别慌。待会儿收拾工具上车，都显得自然点，跟没事一样啊！我是小丹，我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意外和古城913银行爆炸抢劫案通缉犯黄福海相遇。他们一共有4个人，开着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车，判断他们应该有武器。这是明川的警车。可咱们干的是古城的事儿，所以这辆警车不是冲咱们来的。要是真冲咱们来的，刚才他们就动手了，也不会只有一辆车。我的位置距县城大约15公里，具体地名不详，请求增援。完毕。车上是个女的，副驾驶座上没人，一般领导坐后边。没事，放松点，放松点。大哥，这车停好了，咱们。大哥，掉头吧，往回跑。大哥，要动手就得先发制人呢。实力悬殊，又是一帮亡命徒，要歼灭或制服对方不现实。但是这块地形不错，完全可以利用这辆车越野能力强的优势，在这块开阔地里周旋。放屁！这一旦暴露了，大队警察马上赶上。你看这光头村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你不等死了？他们已经没有备胎了，只要打掉一个轮子，他们就跑不掉。人的2条腿，咱们也跑不过越野车的4个轮子。放松点，一会儿保持正常车速，往县城里开。如果他们觉得咱们可疑，这正说明了不是冲着咱们来的。咱们一跑，反而暴露了自己。对方根据车牌可能有所察觉，如果他们经过这里时突然停车袭击怎么办？近距离1支枪对付4支枪，那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今天咱们是出来干活的，你还没出门就栽在这里，真有事儿，人多的地方也容易脱身，脱不了身也能抓他几个人质。如果对方掉头往荒原深处开，在2辆汽车追逐射击的情况下，打掉轮胎非常困难，距离稍远，子弹打不到轮胎上就不起作用了。放松了，开车。车过来了，要么是他们突然停车袭击，要么是担心调转方向反而暴露了自己。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不能确定明川的警车就一定是冲着他们来的，否则在他们更换轮胎的时候，警方就该动手了，也不可能是1辆车的警力。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主动攻击，只能赌一下了，利用对方的求生心理，争取先发制人的机会。振明，万一前面有情况，你下车。你是本地人，本地口音，
情况非常熟悉，没问题吧？知道了，大哥。好，建军，你身上有炸药，一定要小心。就是前面有情况也别先下车，万一把炸药给打爆了，那咱们死的可太窝囊了。放心吧，大哥，我知道。一旦打响，争夺汽车就会成为他们首要目的，不能让他们以汽车为掩体，一定要保持在子弹的有效射程之外。别慌，千万别慌，尝试着速度，稳着开。都别动，别动！警车里只有一个女警察，这是巧合。谢天谢地，赌赢了。振明，你下车，想办法靠近他，把他干掉。我们需要来人。现在警察肯定正在往这赶，时间不多了，不能让他开着车跟他们兜圈子。这种荒下地没有车，等死了。明白。你咋回事？你警察还是土匪？你什么意思？你看把我车打成什么了？这是我个人的车，这不是国家的车。这是个机会，李正一枪毙命，给他们造成心理威慑，让他们不敢贸然单独靠近。难道看错人了吗？那袭击民车又要受到处分了。你警察，你是为人的，你害人的。他手是空的，怎么也不会由我出枪管。只要我突然举枪，他就会有本能的反应，其实一目了然。你咋回事？振明，振明，振明！我知道你是谁了，你不是明川的，你是古城的，你姓瑞，一定是瑞警官。我听说过你的想法，我就是被你们通缉的黄福海。早知道有今天，老子就在古城把你干掉了。轮到这你在这给老子找麻烦，瑞警官。我知道我们是偶然撞上的，古城离这儿有800-900公里，咱们能在这儿碰上，那真是天大的缘分。看见了吗？这腰带里有30万，是我们哥几个出去干活的盘缠，都给你了。咱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只要你今天放我们一马，来日一定报答。给我打！
咱跑。想分散跑，我就盯住老大黄福海，他们就会分而不散，还得聚回来。真散了，他们就从内部瓦解了，也就没有多少战斗力。坚决，再这样拖下去，县城里的警察和武警很快就能赶到，咱们拼死也是死，被抓住也是死。如果咱们中间有人能逃出去，将来还可以照顾咱们的家人。大哥，我懂你的意思，道理我也明白。咱这次出门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到这时候咱就别啰嗦了。你就说让我咋办吧？再说我天地良心的说，不行了。如果我和东城逃过这一劫，养老送终的话我做不到，我就不说了。我给你家送去50万。如果我失业，就让天打雷劈，东城也能杀了我。横竖都是死。拜托大哥，你说咋办吧？回来！给我回来！我杀了你！快跑！虽然罪犯在心里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发生精神崩溃是正常现象，但这到底是真是假呢？黄福海再怎么跑也跑不过汽车轮子，而那支枪不能弃在这里啊！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违法如是，又当如何？还是有情本位啊！唯独处理不了一个情字，真希望能有个祈祷就管用的天呢。你往哪里跑？笨蛋！
支持不了多久。备胎只有一个，把2个轮胎都打掉，彻底断了他的念想。等等，瑞警官，你听着，一个女人敢这么玩，有种！我黄某佩服，我早晚是个死。不谈了，我做过很多恶，今天我要做件积德的事情。我把枪扔了，我送你去医院，你流血过多会死的。这个傻瓜扔了枪，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是贪生贪阴了头，反而给了我机会，让他靠近。他手里没了枪，增援警察就避免了他的武装顽抗。站住，否则我就开枪了。瑞警官，我已经缴械了，你向我开枪是犯法的。再说，我是来救你的，你这么开枪也不人道吧？所以，你不能开枪。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救你的。瑞警官，你发慈悲给我一枪吧，我早晚是个死。你现在1颗子弹就能成全我，你的政府还给我治伤吃饭，还起诉，剩下一点钱，也算我给社会做过贡献了啊！我刚才还有机会，我太贪了，我刚才想活。你现在没有武器了，我没有权利处决你。废话！我要是有枪，我还用得着求你吗？怎么买这么多方便面啊？那过年了，地摊得15以后才出来呢。我在小卖部备了点吃的。总泡方便面能行吗？不是泡，是煮。我已经备了一个电饭锅了。你看，夜色多美啊！到时候我就躺在你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这样悄悄地死在你怀里，我的坟头上开满了细碎的无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坟前默默伫立着。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乖。我以后不能再疼你了，你自己去找吃的吧。小丹，小丹！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丁元英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这样漫长，他的精神紧张到了窒息，心像悬在深渊的边缘。他做着各种假想，
不管感情驱使他做多少种幸运的假想，而理性都清楚地传达给他一种失去的绝望。芮小丹在送秦谷刑警队王队长的家属回家后，在返回秦谷县的路上与通缉犯意外遭遇，在与通缉犯交火前曾打2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古城的男朋友丁元英，内容不详；第二个电话是打给组长曾华，内容是说明当时的情况，请求增援。芮小丹在交火中击毙通缉犯当地同伙1名，击伤通缉首犯黄福海双腿，吴建军自杀性爆炸死亡。芮小丹双腿被炸掉，左手和左脸有严重的灼伤和大量的铁血嵌入，严重毁容。当场抓获通缉犯黄福海，缴获现金31万1400元，北京切诺基吉普车1辆，654式手枪4支，子弹52发，手机2部。芮小丹的遗物：手机1部，现金528元，通讯录1本，挎包1只，钥匙1串。通讯录中已经查到芮小丹的父亲芮伟峰和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2个人的电话号码。盛丁脱毛的情况就是这些。你马上派个人去，把小丹打给丁元英的电话调查清楚。这个电话对我们了解小丹当时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向小丹的家属如实告知所有的真实情况，不能有一点遗漏。好，我这就去安排。我们是古城刑警队的，我叫赵国强，这位是王福田，你是丁元英吗？我是丁元英。我们来调查芮小丹的电话，也是来通知一下芮小丹的情况。小丹还活着吗？丁先生，小丹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据我们了解，今天下午5点30分的时候，小丹给你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36秒。我们需要做个笔录，就这个电话的详细内容，请你仔细的回忆一下当时你们的原话。小丹当时说：“我在陕西秦谷县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上，不管怎么巧了，总之是碰到了通缉犯黄福海。他是古城3起武装抢劫银行案的首犯，还有3个没看清楚。他们在路边给吉普车换轮胎。这里离县城只有15公里，开车20分钟就到。”小丹的原话就是这样，即便有出入，也是个别词句，意思不会有出入。之后你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说。过了几秒钟，小丹挂断了。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呢？至少会有个提醒，有个嘱咐吧。小丹有6年警龄，不需要嘱咐。用不用是一回事儿，嘱不嘱咐是另一回事儿。你确定小丹就跟你说那些话吗？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你再仔细回忆一下。确定。这就是小丹说的那些话。
那你认为小丹跟你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或者是他希望你能告诉他什么？按纪律，他不应该把案情告诉亲属，可是他告诉你了。我只讲事实，我认为。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出入的话，请你写上日期，签上名字，打几个纸码。丁先生，你是小丹的男朋友，我们是小丹的同事，也是小丹最好的朋友。小丹救过我，虽然我们没有接触过，但是你和小丹的事，我们刑警队的人都知道，也知道小丹对你的感情。现在我代表古城刑警队正式通知你，小丹已经不在了。情况是这样的，小丹在交火当中击毙通缉犯张立峰等1名，击伤首犯黄不海双手，吴建军自杀性爆炸死亡。本侦刑侦现和古城公安局确认，对小丹的善后工作由古城公安局具体负责，省公安厅刑侦处和古城公安局的领导人人丁先生，如果你知道小丹亲友的电话，请代为转告。那我们就告辞了。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对你感到非常的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感到不值。在关上门的那一刻，丁元英心里非常清楚，无论怎么解释，都会带出一个他对我的感情问题。在旁人看来，他的沉默是一个高尚而残酷的沉默，给他下一个当我面临生命危险却漠然视之的结论，那么他对我的死就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丁元英认为他对我的感情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如果需要理解，就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欧阳吗？我是丁元英。什么？知道。欧阳，怎么了？小丹没了，没了。
是机场售票处吗？请问有没有明天去银川的机票？一早。要在西安中转。12点50，从西安到银川。明天早上有没有从古城到西安的机票？9点30。好，请帮我订一张这个航班的机票。我叫丁元英。对。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丫头，不简单呢。